嗨，大家好。现在呢，我骑行在广州越秀区流花路和人民路的交界的附近。这里呢，将是我第2段的骑行线路这边呢是流花湖公园的另外一个入口，但是呢，刚刚已经试过不让自行车入内。那我们呢就在这边骑到人民路上去。左手边呢是一个巨大的工事想象应该是一个地铁工程吧。你嗰個係嘛？到咗啦，有買我哋呢啲都係把山給你開一開。这边呢，南海渔村的招牌还在孔雀楼。对面呢就是东方宾馆澳门街这里的路呢很窄，我就到马路上来骑行吧。我们现在呢就从人民北路东方宾馆的澳门街边上，还有呢就是马路这一边的流花湖边上有一个南海渔村那个知名的老餐馆的边上可是这边呢也都在重新进行一些回避的施工我就想呢，今天就顺着这条人民路看看有没有可能直接骑到人民南去。趁着等红灯呢，我们可以看看我的左手边这种高耸的大楼呢，很多年前就已经建成的，就是广东广播电视厅，以前呢就是广东电视台。这边呢有很多的老朋友希望以前的老朋友们都安好。当年最有名的呢，就是它有一个单位叫太平洋影音公司这个太平洋影音公司呢，当时是全国录制音乐盒带最有名的一家公司，也曾经有过很多签约的歌手。当年呢，我们跟太平洋影音公司的负责人都是朋友关系，所以呢，每当有一些知名的歌手来录制的时候呢，就会悄悄地通知我们。再加上呢，有朋友呢在电视台当摄影的记者，所以每次有实况的转播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坐在观众席的C位上。当年觉得还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亲眼目睹了很多的巨星，比方说当年最出名的就是费翔，还有很多的港台的歌星到这边来录制他们的盒带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幸一睹他们的尊容。这个里面呢，依然是流花湖公园流花公园呢，占地面积很大，一直从流花路呢到南面的东风路上
原本的人民路直走就好，但是呢，被这个高架分割成了2段。我要看看哪里才有可能可以过得到马路对面。感觉呢，也是要走人行天桥才可以过到马路对面去啊。走上了这座人行天桥。现在呢，已经下了人行天桥啊。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人民北路上。左侧呢是上桥的车道啊，我们呢就在桥下直接往前走，看能不能走到人民南。通过一段的垃圾站啊，继续向人民南骑行。在桥下骑行呢，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遮阴。
通过西华路口的一个红绿灯，我们继续向南骑行。人民路呢，当年还没有高架的时候啊，对我们那些在流花地区工作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骑单车很容易就可以到达繁华地区的一条马路。改革开放前期啊，广州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人民南，以高地街啊、海珠广场的那边的自由市场，还有呢，就是以南方大厦的国营的百货商店共同形成了一个消费热点。再加上呢，传统的长堤啊，有很多的酒楼、电影院，是当年年轻人向往的地方。顺便呢，可以到珠江去吹吹江风。骑行的线路呢，就是这么一条人民路。骑到了这边呢，还有一个当时广州的一个西门翁城的遗址。那西门口呢，大概就是这里了啊。正好有这样的一个牌子在这边，我们也稍微的看一眼啊。我把车呢就放在这边，走下去几步来看一看这个遗址啊。明代建成的这个西门翁城，当时呢是为了拱卫城门而设，呈 H 型的这么一个建筑，南北长50余米，东西宽18米。现在它的中部呢被埋在了中山七路的路底，南端的路于地面，北段的锦衣的民居啊，就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翁城的当年的城墙。现在呢，只是一个遗址啊。这边呢，就是人民路的高架，就是让人民路变得暗无天日的这条，虽然疏通了交通，但是呢，失去了整条马路的繁华的这么一个高架桥。在马路边上呢，还做了一个类似城门楼的象征性的建筑物啊。这条路呢，就是中山七路啊，广州的一条主干道，有点类似上海的淮海路。所以佢就整到一。我们现在离开了西门翁城遗址啊，继续沿着人民路向南骑行。当年啊，广州最知名的一条大街，也是最有可能成为一条时尚大街的这么一条人民路啊，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高架桥，使得过了那么多年以后呢，还是无法得到开发，失去了它的商业的价值。
现在呢，我们已经骑过了龙津东路啊。可以看到啊，左手边的很多以前的老房子，都是一些骑楼的形式啊。从这个巴士站可以看到，很多上下车的都是当地的一些居民，很多呢都已经上了一些年纪啊。也是因为呢这条高架啊，阻碍了这条马路的更新发展。但是呢，也意外地保留了很多广州啊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做生意的开店的那种风貌啊，所以很多的一些老店啊，就连招牌都跟以前差不多，没有形成那种大商业，但是呢，好像也很接本地的地气啊。一转眼呢，就到了上下九。上下九呢，热闹的地方呢是在荔湾区啊，成了一个步行街。这边的上下九呢没有走过啊。我们现在呢继续顺着人民路向江边骑行。正好呢，大家也可以顺着我的镜头啊，看看人民路啊两边骑楼下的那些小店的模样啊，全都是各种服装店啊，卖皮包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商店为主。
这边呢就是车水马龙啊。看来这边都是卖鞋的商店啊，成行成市啊。好像比想象的还是要热闹啊！正在经过一段非常嘈杂吵闹的地段啊。拐进了西堤2马路。原本呢，右手边啊都是文化公园的地盘，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电子城。左手边呢是南方大厦啊，就是以前南方大厦的百货商店所在地啊。现在呢，虽然还是南方大厦酒店，但这个里面呢应该是面目全非啊，全部变成了电子产品的一个集散地。这边呢真是一片的混乱啊。南方大厦啊，上面有写南方大厦电子数码商城，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地方了。广州文化公园只保留了一个门洞啊。这个就是广州文化公园的大门，外墙呢基本上都被那些各种的商业占用了啊，到底里面还有什么功能也不清楚了。
通过这条德信路啊，就来到了江边。正好我这个停车地方呢，就是邮政博览馆，以前的邮政局的一个旧址啊。人民路这一段路段呢，已经骑行完成，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珠江边啊。我们呢，在珠江边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再开始我们第3段的行程。在这边呢，跟大家再次说一声再见啊！请期待我下一段的骑行的路程，会有更多精彩的路上的风景和大家分享。谢谢你的观看，再见，拜拜。